大家好，我是怡媛。在昨天我已经爆料了即将要更新的内容，然而在昨天晚上俄罗斯那边也是发布了一个官方版本，但是我发现到俄罗斯版本里面讲的细节是比官方英文版还要更仔细，所以今天我要提一下英文版本里面没有提到的东西。首先就是个人界面的部分，我们个人界面应该会变成这样，因为它用的是电脑版，我不确定手机版会不会也是变成这样。现在我们点个人信息是长这个样子的，挡在前面。官方的画面是全部都在左手边，里面写的信息都是差不多的，里面有包括自己的体力有多少、名字、击杀战力、成就枪、基本操作、联盟之类的。那么你们觉得这个版本比较好看呢，还是原版的比较好看呢？点开设置的界面也是变成这样了，但是我看到官方它这里点的就是跳过动画，我用翻译机去翻译，它这里是写开始的时候不会出现动画。这个不会出现动画，我不确定到底是指哪一方面的动画。我点开影片的翻译，它这里是写开场动画，因为之前好像有出过一阵子的案例，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就出现了那个 IG 的动画，有很多玩家都觉得很烦，为什么我登录游戏要先看动画才可以登录游戏？那么哪一些观众觉得这个开场动画有点烦的话，你们可以选择关掉。你没有关掉的话，每一次登录都会看到那个开场动画，你就会觉得很烦了。再来就是这一次的活动不是白嫖获得的，原来这一次活动是联盟活动，你要购买礼包又或者是消耗宝石的情况下才可以换皮肤。因为英文版没有显示这个画面，我还以为这些道具呢全部都是通过活动拿到的，所以不出意外的话之后应该会有一个礼包。如果你们想要这个骑兵的生命值皮肤加成，就必须要氪金或者是消耗宝石才可以获得。接下来就是新地图的部分，其实官方显示的画面只有一小部分而已啊，剩下的门口都是我自己猜测的就像我自己给的那个地图呢，可能门口的位置有点不一样啦。不过可以确定的就是那个比较小的方格里面肯定是温泉，然后它外面的门口是关卡6。因为这张地图的它是有规则又带一点不规则，会弄到我很混乱，到底哪一个位置是关卡4，哪一个位置是关卡5。过后我去研究了一下，我觉得这个地图它关卡分配的位置应该是这样子。那么那个地图可能会比较混乱，那我跟大家解释一下。我们先看褐色的部分，这张地图只有6个阵营的关系，所以我觉得它的关系区域应该只有3个，火打光、土打风、木打水。但是你们看关系的部分啊，就算你关系打赢了或者是打输了也没有关系，还是一样可以从关卡5出去，也就是紫色的部分。这一关系外面有没有其他的门口，这个我真的不能确定，因为官方显示的画面只有那么一小部分而已。再加上官方显示的画面呢，它的关5、关6、关7、关8，其他的位置都已经固定好了的，所以我觉得关4外面应该是没有其他的门口，又或者是有重复，可能关7也说不定。不过区域方面我应该是没有分错了。那关4打完之后就会进入关5，关5没有意外的话是没有战争的，要等到关6开放打温泉，再打了关6之后关卡7开放，关卡7就是大混战了。我们看左手边的关卡7吧，深绿色的，这里就可以看到4个阵营都可以同时进入，包括火、土、光、木，所以在这里关卡7应该是会大乱斗啦。当然其他的地方也是一样，在关卡8开放的时候又可以跑去对方的关卡5里面，所以我没有推测错的话，在皇庭开放之前呢，其实战斗都应该可以结束了。当然这个地图也只是我推测而已啊，我不确定每个门口的位置，还是需要等正式推出才可以跟大家确认。接着是换军器的部分，不过官方它这一次给的比较多，它不像装备这样子只能换3套而已，这里是直接给你5套。官方怕你们军器太多位置不够用啊，直接给足你5个。不过给到5个或许就是因为阵型太多啊，有可能你不要选择这个阵型，你想要换别的，不像装备这样子啊，如果你的统帅是骑兵的话，你只是需要选择骑兵的装备就可以了嘛。有可能就这么刚好阿提拉你不想要用拱形阵，你想要用雁形阵啊，想要用空心阵怎么办呢？官方可能是考虑到这一点，所以他直接给你5个，你想要怎样换都可以。接下来就是黄金之国，现在它的祝福就变成这样了，之前是有颜色，现在好像底片的样子。在你点了每一个祝福之后，它可以翻开，后面就有写到它是增加什么东西了，拥有什么效果，并且像之前官方公告里面有提到的，如果你不想要治疗的话，你想要获得祝福也是可以自己选择。治疗站变成有2个按钮了，第一个蓝色按钮就是选择治疗，第二个黄色按钮就是选择祝福。在每一次战斗结束之后就会出现这样子的报告，这个报告就有点像日落峡谷、失落峡谷，会显示你的统帅打了多少，用到了什么祝福，并且还有写哪一些部队是 MVP。选技能的界面也是换了，但是这个官方影片并没有展示增加了哪一些技能，还有减少了哪一些技能。
所以还是要等正式黄金之国出现了，我们才可以知道。再来皮洛士啊，没有想到呢，也是一样可以用钱买的。这个界面相信大多数玩家应该都很熟悉啊，因为之前玛格丽特就是这样子。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呢，对于新玩家来讲可能会尝试一下，但是对于老玩家来讲，哎呀，我们黄金钥匙已经很多了，应该不会花这个冤枉钱去买这个皮洛士吧。这些新区的玩家，他们可能没有这么多的金色统帅，想要用这个方式快速的获得，否则的话我是真的想不到什么理由老玩家会去买这个东西了。我个人觉得并不是很值得啦，反正登录都可以拿到10颗头，召唤就算了。再来就是聊天室的部分可以撤回了。那么看到官方这里的画面呢，有分别3个按钮，第一个按钮是复制，第二个按钮是引用。如果你是用引用的话，在你打了字之后出现的画面就会变成这样，它会显示你选择了哪一个句子引用，回复哪一段话。最后一个按钮是撤回，撤回的话应该不用解释这么多吧，就是哪一些句子你可能写错字还是怎样就撤回就行了。再来之前官方有提过，如果你打完仗之后你想要停留在原地，你要去设置开。不过我还以为官方所说的设置呢，要点开右手边的统帅栏，然后那边有个设置可以给你自己点选，就可能像威力加强版的箭塔这样子，你要选择进攻还是停留在原地都可以。只是我没有想到官方这个操作呢，是要点了你的头像进入设置这里打开才可以。假设开关是在这个位置，我觉得会比较麻烦一点。这个东西要不要开就根据需求吧。假设说你是打一些先锋战啊，怕卡着你的部队不会回去的话，可以打开。开了之后你的部队就会停留在原地了。假设你怕你的部队打完之后停留在原地会被人家打死，你就把这个东西关掉，又或者是不要去设置它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就是方便阿斯的操作，你可以通过它的程式点资料，又或者是直接点玩家的部队资料，接着出现个人信息，然后点击联盟，就会跳转到联盟里面，然后那个玩家的位置是在哪一个部分。假设你是阿斯官员的话，就可以直接操作，你要把它升级降级踢出联盟，就会比之前你要一个一个去找快很多了。最后我在昨天的影片忘记提到的一点，就是你如果要用洗炼石洗炼你的军器，在你没有锁任何属性的情况下，只是需要消耗1个洗炼石，但是你锁了1个就要消耗3个洗炼石，锁2个就要消耗5个洗炼石，所以算起来其实开销还蛮大的。我原本还想说不管是锁1个还是2个都是用1个洗炼石而已，没有想到它是根据不同的数量而规定的，并且洗炼呢是肯定要有铭文的传说军器才可以洗炼，没有铭文就不能洗炼了。这样看下来，商店里面可以买到15个洗炼石，又好像不是很多了。假设你每个军器都这样子去洗的话，是肯定不够用，还是需要通过活动获得。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啊，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。我们下期再见。